第1章，萨莫斯小姐，您确定要删除所有身份记录吗？一旦删除，您将如同从未存在过，没人能再找到您。阿黛尔顿了顿，随即坚定点头。确定，这正是我想要的。我不想让任何人找到我。电话那头传来一丝讶异，但很快便回复，明白了，萨莫斯小姐。整个流程大约需要2周完成，请您耐心等待。挂断电话后，阿黛尔放下手机，预定了一张2周后飞往弗洛林的机票。与此同时，电视上正重播斯特林集团的新闻发布会。1周前，斯特林集团首席执行官伊莱亚斯·斯特林发布了一款珠宝杰作。这件作品由全球最珍稀的钻石与宝石打造，他以妻子的名字将其命名为阿黛尔，向全世界高调宣告自己对她矢志不渝的爱意。这款珠宝一经推出便迅速走红，霸占了所有平台的热搜榜单，热度迟迟未消，网络上关于他们童话爱情的讨论热度居高不下。新闻发布会片段结束后，画面切到了记者街头采访的场景。先生您好，您知道斯特林先生和斯特林太太那段传奇的爱情故事吗？一位穿着花裙子的女士满脸羡慕，热情地回答，谁不知道啊？就在前不久，斯特林先生还专门为斯特林太太出版了一本回忆录呢。书里说斯特林太太喜欢樱桃，他就特意在别墅周围种了一整片樱桃园。我让我先生学人家，他却说这种男人万里挑一，我比不了。说真的，简直让人嫉妒到发疯。记者接着采访了更多人。一位年轻女大学生站在麦克风前，双手捧在胸口，眼神满是憧憬，他们的爱情就像言情小说照进现实。斯特林先生真是完美爱人。4年前，斯特林太太肾衰竭，急需移植手术。结果发现斯特林先生配型成功，他不顾所有人反对，当天就进了手术室救他。他说他是他的命，他要是活不成，他也不活了。怎么会有这么完美的人啊？记者采访了无数人，每个人都对伊莱亚斯和阿黛尔的爱情赞不绝口。屏幕上的新闻一遍遍重播，阿黛尔却只是自嘲地勾了勾嘴角。她的容貌向来引人注目，从小身边就不乏追求者，但父母离异的成长经历让她对爱情毫无幻想。每次有人表白，她都会用同一句话拒绝，抱歉，我对恋爱没兴趣，对浪漫更是毫不在意。直到她遇见伊莱亚斯，不同于其他人，她执着地追求了他3年。无论被拒绝多少次，他的决心都愈发坚定。有一次，为了帮他赢下一条他喜欢的项链，他甚至参加了一场生死未卜的街头赛车，差点丧命。也就是那一刻，他终于攻破了他的心房。在一起后，他的爱意从未减退，反而用尽一切对他好，渐渐融化了他戒备的心。就连求婚，他都没只求1次，足足求了52次，他才终于鼓起勇气答应嫁给他。在他最后一次求婚那天，阿黛尔凝视着指尖的戒指，眼里闪着泪光，对伊莱亚斯说，伊莱亚斯，我会尽全力做你的妻子，无论生死贫富，绝不离开你。但你要记住一件事，我绝不能容忍谎言。要是你骗了我，我会永远从你的世界里消失。如今，这些美好的回忆都被残酷的现实击碎，成了一场泡影。3个月前，他发现伊莱亚斯一直在偷偷和另一个女人来往。白天他陪着阿黛尔，晚上却去找那个女人，心早已分成了2半。真是应了那句话，爱得热烈的人，往往凉得也快。阿黛尔发出一声苦涩的笑，关掉电视，拿出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打印出来。他拿起笔，一笔一画，认真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。命运就是这么讽刺，他过去说过的话，如今竟成了真。他会遵守承诺，永远从他的世界里消失。签完名后，阿黛尔把离婚协议书放进一个精致的礼盒，仔细包装好。1小时后，伊莱亚斯推门进来，他甚至没来得及脱鞋，就快步走向他，将他拥入怀中，温柔道歉，抱歉，艾迪。我今天去取珠宝了，所以才迟到，错过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。
别生气好不好？他拿出装着阿黛尔项链的盒子，试图哄她开心。他黑色衬衫的领口微微敞开，最上面的纽扣没扣。俯身时，领口下露出淡淡的吻痕与抓痕，像针一样刺痛了阿黛尔的心。他真的是去取珠宝了吗？还是和伊芙琳、洛一起度过了这个晚上？大概率他是刚从伊芙琳的床上赶来的吧。伊莱亚斯没察觉他的异样，温柔地为他戴上项链。珠宝闪耀的光芒衬得她面容愈发精致，美得更动人了。你真美，艾迪。他真心实意地说，眼里满是爱慕。可阿黛尔脸上没有丝毫喜悦，她红着眼眶，把装着离婚协议书的礼盒递给他，这是给你的。伊莱亚斯疑惑地看着他，这是什么？阿黛尔嘴角微微上扬，一份礼物。你为纪念日给我准备了礼物，我也该回赠你一份，这样才公平。伊莱亚斯眼中瞬间闪过欣喜，他把礼盒当成珍宝，迫不及待地想打开。但阿黛尔拦住了他，2周后再打开。为什么？他有些不解地问。阿黛尔一字一句，说得缓慢而坚定，因为2周后打开，这份礼物才更有意义。伊莱亚斯顿了顿，没有追问，点了点头。他轻轻拉起他的手，在上面印下一个温柔的吻。亲爱的，说什么就是什么。你丈夫会等着这份惊喜的。说完，他立刻找来一张便利贴，认真写下一行字，郑重地贴在礼盒上，2周后打开。阿黛尔静静看着他，心事重重。伊莱亚斯，我只希望到时候你真的会觉得这是个惊喜。第2章。清晨，伊莱亚斯像往常一样，用一个吻唤醒阿黛尔。艾迪，昨天错过了我们的结婚纪念日，今天我补偿你好不好？我们去游乐园吧，你之前不是说想去吗？阿黛尔本没兴趣，正想拒绝，伊莱亚斯却没等他回应，就已经开始准备一切，甚至为他选好了出门的衣服。在游乐园里，他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。他刚抿了抿嘴唇，他就把水瓶递到他嘴边，他的目光在某个毛绒玩具上多停留1秒，他立刻就买了下来。旋转木马、碰碰车、摩天轮，无论多幼稚的项目，只要他愿意玩，伊莱亚斯都乐意奉陪。全程他都紧紧牵着他的手，几乎没松开过。就算他试着抽回手，他也会握得更紧，仿佛怕弄丢他似的。有一次，他还在他的包上系了个气球，笑着说，这样一来，艾迪你就永远不会走丢了。永远不会走丢。可这次，他要去的地方，是他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。伊莱亚斯，你早就把我弄丢了。阿黛尔在心里想。他们郎才女貌，气场契合，自然吸引了其他游客的目光。没过多久，周围就传来窃窃私语，有人指着他们小声议论。快看，那不是斯特林先生和斯特林太太吗？居然能在这里偶遇，他们好恩爱啊！一个女孩兴奋地惊呼，拉着男朋友的胳膊，激动地跑到阿黛尔面前。那个，我们能和你们合张影吗？我们是你们的超级粉丝，你们是我们最喜欢的情侣。看着女孩热切的眼神，阿黛尔不忍心拒绝，点了点头。伊莱亚斯本不喜欢拍照，但为了配合阿黛尔，还是同意了。相机快门声响起，那对情侣笑容灿烂，你们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太让人羡慕了。一定要永远幸福啊！伊莱亚斯微笑着礼貌点头。他始终没注意到，阿黛尔全程都安静地站在他身边，一言不发。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们之间根本没有永远可言。午餐时，伊莱亚斯频频看手机，每次对上阿黛尔的目光，他都会立刻放软语气道歉，艾迪，抱歉，公司有急事要处理。你先吃，等我忙完马上补偿你，好不好？可下一秒，他手机屏幕上却闪过一座豪华城堡的画面。他根本不是在处理工作，而是在看直播。阿黛尔自嘲地勾了勾嘴角，悄悄在自己的手机上打开了同一个直播间。直播的人是伊芙琳，伊莱亚斯最近刚签约到公司的小网红。他不仅签下了她，还让她成为了阿黛尔珠宝线的代言人，而这条珠宝线，
他曾声称是为致敬妻子而打造。所有人都在猜测伊芙琳为何能突然得到这么好的资源。有人私下议论，说他背后一定有大人物撑腰。他们说的没错，那个大人物就是伊莱亚斯。此时此刻，伊芙琳正站在游乐园门口直播，她举着手机，满脸得意地跟观众炫耀：大家看，这个游乐园是我男朋友送我的礼物哦！你们来玩的时候报我的名字，还能打折呢，快来玩呀！阿黛尔握着手机的手瞬间变得冰凉，指节因用力而泛白，一股寒意顺着血管蔓延全身。他带我来的这个游乐园，竟然是送他的礼物。他在心里默念。直播间的评论区满是质疑。别吹牛了，你一个小网红，怎么可能买得起亿万富豪级别的游乐园？就是想博眼球吧，没证据谁信啊？随便站在游乐园门口就说是自己的，你怕不是疯了吧？知道这种地方值几十亿吗？伊芙琳咬着嘴唇，露出委屈的表情。我没撒谎。你们看，这上面不是有我的名字吗？他从包里掏出一份房产证，举到镜头前。证件上，他的名字清晰地印在白纸黑字上。直播间瞬间沸腾，评论区被惊叹和不敢置信的留言淹没。我收回刚才的话，从没见过这么有实力的大佬，送一整个游乐园当礼物，这也太宠了吧！跟斯特林先生对他太太的深情有的一拼了。都说男人的爱藏在钱里，我怎么就遇不到这么完美的男人呢？全世界也就2个完美男人吧，一个是斯特林先生，一个是伊芙琳的神秘男友。你们觉得谁更爱自己的伴侣？支持斯特林先生的扣1，支持伊芙琳男友的扣2。评论区瞬间被一刷屏。毕竟，伊莱亚斯对阿黛尔的深情早已成为传奇，他不仅舍得花钱，还曾为他差点付出生命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名叫爱伊芙琳的新账号突然进入直播间，一口气送出了1万个豪华虚拟礼物。屏幕上满是礼物特效，观众们都惊呆了。随着礼物刷屏，伊芙琳直播间的观看人数从几十万暴涨到上千万。紧接着，一条醒目的留言弹出：当然，我更爱伊芙琳。直播间彻底陷入混乱。男友本人出现了，也太有钱了吧！太有钱了，这也太疯狂了，简直离谱。伊芙琳得意地笑了，眼里满是被宠坏的骄傲。看到了吧，我就说我男朋友很爱我。阿黛尔握着手机的手不停颤抖，她抬起头，正好看见伊莱亚斯嘴角那抹淡淡的笑意，眼神里的纵容藏都藏不住。爱伊芙琳，就是他。他的心像被狠狠揪起，那种痛感在施力的手松开后仍久久不散。第3章，阿黛尔用右手紧紧按住胸口，剧痛让他喘不过气。伊莱亚斯终于察觉到不对劲，慌忙上前，惊慌地问：艾迪，你怎么了？他眼里的担忧看起来无比真切，仿佛他要是垮了，他也会跟着崩溃。可就是这个口口声声说深爱他的男人，却对他隐瞒了这么多秘密。阿黛尔强压下情绪，稳住声音说：没事，就是有点抽筋。伊莱亚斯立刻把手附在他的胸口，试图帮他缓解不适。反复确认他没事后，他赶紧送他回家休息。回去的路上，他努力活跃气氛，讲着各种趣事，想逗他笑。但无论他多努力，阿黛尔都开心不起来。他靠在车窗上，静静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风景，脸上没什么表情。艾迪，是不是我哪里做错了？伊莱亚斯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。没有，他终于开口，我只是在想今天看的一个节目。伊莱亚斯松了口气，笑着追问，什么节目？阿黛尔缓缓转过头，目光与他对视，讲一个男人曾经深爱一个女人，后来却不爱了，还瞒着她很久。他紧紧盯着他的脸，不放过任何一丝情绪变化，轻声说：伊莱亚斯，如果你要是不爱我了，我绝不会。没等他说完，伊莱亚斯就急切地打断：艾迪，你是我一生挚爱，就算全世界的男人都背叛妻子，我也不会。没有你，我活不下去。可他的话
只让他的心更痛。他说没有他活不下去，却还是在另一个女人的怀里寻求慰藉。阿黛尔刚想开口，伊莱亚斯的手机突然响了。他犹豫了一下，手指悬在拒接键上，但还没等他按下去，阿黛尔就轻轻推开了他的手。接吧。伊莱亚斯顺从地接起电话。电话那头不知说了什么，他的表情瞬间变了，原本平静的神色染上一丝慌乱，眼睛微微睁大，脸上渐渐浮现出紧张。他咽了口唾沫，挂断电话后转向阿黛尔：艾迪，公司有急事，我得马上过去。我帮你叫辆车送你回家，好不好？阿黛尔没多说什么，点点头，推开车门走了下去。伊莱亚斯的车驶离后，阿黛尔拦了一辆出租车。他没有回别墅，而是对司机简单吩咐：麻烦跟着前面那辆车。司机没多问，发动汽车，稳稳地跟在后面。那辆车最终停在了一栋私人别墅前。阿黛尔远远看着，一个穿着兔子女仆装的年轻女人打开了门。看到伊莱亚斯从车上下来，女人立刻笑着跑过去，扑进了他的怀里。是伊芙琳。两人相拥的瞬间，嘴唇便凑在了一起，吻得急切又热烈。分开时，伊芙琳喘着气，调皮地扯了扯伊莱亚斯的领带，眼里闪着狡黠的光。主人，你的小兔子准备了个惊喜，想不想看？他说着，用指尖轻轻碰了碰他的喉咙。伊莱亚斯的喉结滚动了一下，紧紧攥住他的手，眼神变得灼热。本来要开30分钟的路，我15分钟就到了，你说呢？伊芙琳咯咯笑着，手指勾住他的手，带着一丝挑逗的眼神，拉着他走向汽车。那我们就在车里看。两人上车后没多久，车子就开始微微晃动，晃动越来越剧烈，幅度一次比一次大。没人知道，阿黛尔就坐在不远处的出租车里，目睹了这一切。他早就告诉自己，对伊莱亚斯不该再有任何期待，也不该再有任何幻想被打破。可亲眼看到这一幕，他才明白心有多痛，仿佛有一只锋利的钩子突然勾住他的心脏，狠狠拧转。他按住胸口，大口喘着气，眼泪止不住地滚落。他忍不住想起他们刚相爱时的样子。伊莱亚斯那时对他总是小心翼翼，就算两人感情浓烈到极致，他也会克制自己，不愿轻易碰他。他说第一次是神圣的，要留到新婚之夜才够完美。他追了她3年，又恋爱3年，终于等到结婚那天。新婚夜，那个在商场上雷厉风行、沉稳冷静的伊莱亚斯，紧张得像变了个人。他帮她脱衣服时，耳朵红得发烫。他那么珍惜她，每一个动作都小心翼翼。当他终于拥有她时，激动地哭了，在她耳边一遍遍地说：艾迪，你终于属于我了，我爱你，永远爱你。那一刻，他觉得自己被无比珍视，以为这辈子再也不会有人像伊莱亚斯这样深爱他。他也曾发誓，他的爱只属于阿黛尔一个人。可现在，他亲手打碎了这个誓言。女司机从后视镜里瞥了一眼阿黛尔，看到她满脸泪水，忍不住长叹一声，默默递过去一张纸巾。男人都一个样，司机语气苦涩，带着情绪说，没一个能守住忠诚的。我也是因为孩子才困在婚姻里，就算再想走，也走不了。他顿了顿，忍住眼泪，声音发颤地继续说，小姐，别太难过了。既然已经结婚了，就忍一忍吧，这次原谅他，当没看见就好。阿黛尔攥紧手里的纸巾，声音沙哑却坚定，我不会忍，也不会原谅他。伊莱亚斯，斯特林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他在心里轻声说。